我说 Mercedes-Benz 造的 Coupe Light SUV 是所有豪华品牌里面最好看的，它比 BMW 的 X4、X6 或者是奥迪的 Sportback 还要好看。不同意的请举手。现在这个第二代的 GLC Coupe 呢，代号是 C254， 已经在马来西亚 CKD 本地组装，分为 GLC 3501 Coupe 跟 GLC 43 Coupe。所以0到100的话呢，这一个 2.0L PHEV 的是 6.7 秒，而那个同样是 2.0L Turbo 的 GLC 43 Coupe 是 4.8 秒，都是 2.0， 所以 even 是 GLC 43 Coupe 都已经不再提供 3.0L V6 的 Twin Turbo 引擎。这个呢是425,888块，那个 GLC 43 Coupe 是508,888块。只是 GLC 3501呢是一个 PHEV， 支援11 kW 的 AC Charging， 有 31.2 kWh 的锂离子电池。今天这期我主要会开着这个 GLC 3501 Coupe 跟大家分享一下，作为一个有 31.2 kWh 锂离子电池，能够以纯电行驶 up to 131公里的 PHEV，你能不能够享受到油电混合带来的好处，或者是说这个电反而成为一个负担？当然啦，这个 GLC 3501同样提供 SUV 版本，就是 Non-Coupe 版本，所以这种 Coupe 版本它基本上就是有一个更好看的车尾，更少的头部空间，更少的行李箱空间。除此之外，那个 spec 是大同小异，它就是更少行李箱空间，更少头部空间，更好看，更加不 practical 的一个 version。Right， 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那 GLC 3501啊，应该是我到目前为止开过电池最大的 PHEV 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款。因为在过去我们用这个 PHEV 的电池可能是6个 kWh、7个 kWh、8个 kWh，后来可能有11 kWh。但是这个 GLC 3501 Coupe 呢，它用的是 31.2 kWh 的电池 ，right？ 所以我一上车的时候呢，系统就显示我的油箱可以让我行驶625公里，然后我的电池可以让我行驶112公里，加进去的话就是大概可以行驶700多公里。那大部分的中国 PHEV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款都会主打说，哇，我的车子可以走700公里，我的车子可以走800公里，我的车子可以走1000公里。它的 logic 就是这样来的，它就是说，我放一个可能50公升、60公升的油箱，我再放一个20到30 kWh 的电池，所以两个加起来，哇，可以做到1000，可以做到900这样子。But 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说，哇，你一上车就是可以走1000？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这么简单啦，事情没有这么单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那首先呢，这个 GLC 3501呢，它是 Battery First 电池优先，也就是说，如果当电池足够的情况下，你在 start 车的时候，它会 default 进入这个 EV mode， 像它的驾驶模式嘛，它有叫 EL， 就是 Electric mode， 所以你 start 车重新开过，它还会进入 EL mode 的，只要电池的电够。但是，当你在 EL mode 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引擎是暂时睡着，引擎是没有启动。那在这个时候，整台车子这个2300多公斤的 GLC 3501 Coupe 就是由电池跟电动马达来驱动它。那它的电动马达能够提供129个 PS 跟440 Nm。那你用129 PS 跟440 Nm 去驱动一个2300多公斤的车，我现在加速，纯电动模式，好像在开一个 EQC， 好像在开一个 EQE SUV， 再快一点。它的纯电极速是140 km/h。OK， 我们听到风声，风声从这边来了，这个玻璃车顶，因为它这两边是用了 acoustic glass 双层玻璃，所以 OK， 当你在用纯电模式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很有力的车，它可以走加速，它没有电动车那一种 instant torque 贴背感
加速。有，但是因为车子的块头太大，车身太重，你 feel 不到这是一个电动车。I mean 在它的电动模式啦。So 有时候我为了要体验说，如果在没有电池辅助情况下，只是单纯有引擎，它会变成什么模样？所以我们就可以将它切换去一个模式叫 B mode， 这个 B mode 叫 Battery Hold， 就是在 Battery Hold 模式。它就把电池跟电动马达睡着，就是用引擎去驱动它，大概是2000转加速。等下这边马路很吵，我去一个比较安静点的马路。OK， 刚铺好的 ，Let's go。听到吗？6000转。只是引擎。那引擎的话就比较厉害一点，因为至少有200多匹。那用这个4气缸 Turbo 引擎搭配9速自动变速箱来驱动它，就显得比较精彩，好像比较有活力。车子睡醒了，车子醒来了。所以油电混合它有313 PS 跟550 Nm，0到100 6.7秒。如果你想要得到油电混合的真正实力，你可以去到 Sport 模式。所以当你在 Sport 模式，你轻轻的踩下你的踏板，看到吗？这边是 Red Color 的，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好像在开着一台 AMG 等级的 GLC，maybe like GLC 43 3.0 L 车。V6 Twin Turbo 的那一种感觉，而且更好，因为它有电动马达去抵消掉这个涡轮迟滞 Turbo Lag。 加速很有力，很有力，很 sporty， 这个很稳，整个 suspension 底盘稳到没有朋友那种，也够重了。OK， 所以我们就回到一个Hybrid Mode， 因为我原本觉得 Hybrid Mode 应该是它的 Default， 结果它的 Default 是 Electric Mode， 不是 Hybrid Mode， 所以就跟我之前试驾的 C350E 和 E350E 一样，当你在 Hybrid Mode 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所谓的换挡拨片，它变成是电动车的 Deceleration Pedal， 所以你可以改变你的 Regen Minus 或者你要 Plus。OK， 它就跟电动车的这个 Regen 一样 ，OK， 你要 Minus 的 Regen， 你要 Plus 的 Regen 都透过这个 Pedal。只有当你去到 Sport Mode 的时候，它会变成降档 ，Fifth Gear、Fourth Gear、Third Gear， 很稳，又20寸。OK， OK， 我们 feel 到一点点，轻飘飘的感觉。Why？ 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台车子你是不能够去调整它的悬挂软硬程度。我们去 Individual Mode 进去这边，所以你只可以调整 Drive、Steering 跟 ESP Mode。即便它用的是 Air Suspension 空气悬挂。至于这个 31.2 kWh 的 battery 有多重呢？我们看第一代的 GLC PHEV 那个 8.7 kWh 的大概是120公斤。所以现在这个从 8.7 变成 31.2， 所以大概它是350公斤到400公斤左右。因为我在2年前，等下现在没有车，加速。哇，真的。所以这个 GLC 350E Coupe比我在2023年7月，大概2年前试驾的那一个 2.0 L 的4气缸 Turbo 的 GLC 300重了大概是365公斤。但是你知道吗？我上网去做了很多田野调查，做了很多 research， 我发现到关于车重带来的副作用，基本上没有人 complain， 没有人 complain， 只有我们这种试车的人，只有我们这种。你知道吗 ？journalist 会去 complain 说哇车子很重啦，不好驾啦，影响 body roll 啦，过corner没有这么准啦，出弯的时候要更加的，你知道吗？更加的慢一点啦，因为车子太重不灵活等等。大部分会选择购买 GLC 的朋友 ，I mean non AMG 的 GLC， 我觉得这个300多公斤，你给它多500公斤啦，我觉得他们都不 care， 他们 care 的就是车子有没有力。
悬挂舒不舒服。所以这个悬挂呢，它有 Air Suspension 的水准 它就是 Air Suspension， 它差别只是你不能够去主动调整它。不过有时候我觉得开车不用这样烦了，它给你什么你就这样摸咯，这么要一直去 select 找，我觉得 OK 的，你就这样架就 OK 了。高速行驶因为有双层玻璃，所以没有很刺耳的风声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But 凡事都有那个 but， 这个425,888块已经跟GLC 43 Coupe 差不远。但是第一代的 GLC 43是一个 3.0 liter V6 Twin Turbo， 可是这一代的 GLC 43也是 2.0 liter Turbo， 就跟 A45S 那个引擎差不多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始终认为啦，你就买纯汽油，不然你就直接 go for fully electric BEV。我不止在一支影片里面提到我个人对于 PHEV 的真实看法，就是说，理论上你要用油你打油，你要用电打电。那最多观众留言的是，如果我不充电它会坏吗？如果我就当油车这样来驾，我驾1年驾2年驾3年，我完全不要去主动 plug in 去 charge 它，不要管它。真实的回答是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子做，你要养那个电池，因为所有的锂离子电池，它都怎么讲，它都不能够深度放电啊。深度放电就是你让它长期处于 0%， 或者让它长期处于0到1%、0到2%、2% 到 0%， 你让它一直处于这样子，对电池是不健康的。即便现在大部分的 BMS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已经会隐藏一些电量来保护那个电池，就是说你用到0，可能它还收在 pocket 20%， 以此来延长电池的寿命。而且当这个电池它不够电的时候，它会影响到车子的马力扭力输出，这个是 confirm 的。所以当你只有在电池 maybe 在 80% 到 100%，当你的 fuel tank 有足够的汽油的时候，你才能够享受到1+1大于2的这个结果。因为我知道不同市场有不同的法规，有不同的条件，有不同的这个现实考量。像我知道在中国市场，你要上绿牌绿牌就是说中国是蓝牌嘛，绿牌就是说如果你上绿牌的话，可能你比较快拿到你的车牌号码，蓝牌你要排队。特别是北上广深这样子的城市，如果像在北京跟上海就更严格。那据说是最新的条规是，你的 PHEV 不管你是增程车啦，还是传统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如果你不能够用纯电行驶100公里以上，你拿不到绿牌。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现在 BMW、Mercedes、Audi都把电池一直在加大。我觉得欧盟对于这个可能还好，没有这么严格，但是中国的绿牌法规，然后你知道中国又是他们最大的市场，所以这种20 kWh battery 20到30 kWh 锂离子电池的 PHEV 就应运而生因为它是法规限制，而不是说 engineer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配方，他觉得这是一个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我要这样来design。不是的，所有的这些 PHEV 它都是一个顺应法规，它必须要符合限制，符合法规，然后以此来争取到最多的销量，或者以此来争取到最低的税，以此来争取到最低的价格。whatever， 就是总之就是它不是一个，我不懂我觉得 PHEV OK， 如果你要买一个 GLC 350E， 简单来讲啦，如果你想要买一台 GLC 350E， 无论是便宜37000块的 GLC 350E SUV， 或者是 GLC 350E Coupe， 先决条件是你家里一定要有 charger， 就跟 EV 一样。然后因为我打开它的 menu 我很少看车，我会看使用说明书的But Malaysia 的使用说明书上面写，不要让你的 battery level 低过 15%。 OK， 如果你的 battery level 低过 15%， 去 charge， 马上去充电。OK， 所以因为你没有这个，你必须要 fully utilize 这个电池带来的好处，这个 PHEV 才成立，不然你就买 GLC 300。可是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呢，现在 Mercedes-Benz Malaysia 要根据 Mercedes 德国的这个全球战略方向，所以你要买到高配的车子，不管是 C Class 高配的是 C350E，E Class 高配的是 E350E，GLC 高配的是 GLC 350E， 那个300系列的已经没有了。OK，so 我知道今天我更多时候我是在讲这个 PHEV， 而不是讲 GLC Coupe 这个东西。那对我来讲，不管是 BMW X3 到 BMW Z4、Audi Q5 到 Q5 Sportback、Mercedes GLC 到 GLC Coupe 是像的物件，像的物件，它的差别只是当你在看照后镜的时候，它比较窄 ，OK， 因为它的挡风玻璃是斜了的嘛，它就窄一片哦。再来车尾比较好看，然后你就更少头部空间，更少乘坐空间呀。每次我都跟观众讲了的。一样的东西来的 ，Coupe is just a 比较不 practical 的 version， 它让你感觉到更好，它让你感觉到自我感觉更加良好呀。当然，我觉得这个黑色的少了一点东西，因为它后面有一条 black bar 啊，你黑色 black bar 你就看不出那个完全的 design 啦，浅色的可能就比较明显这样子。所以这个425,888块的 Mercedes GLC 350E Coupe 哇够长啊，还有一个 4MATIC 啊，它的 full name 是 Mercedes-Benz GLC 350E 4MATIC Coupe。所以我是戴主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3、2、1 cut。